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学习闻呼吸的异常。闻呼吸是诊查病人的呼吸的快慢是否均匀通畅，以及气息的强弱粗细、呼吸音的清浊有没有罗音等等情况。闻呼吸音的意义有以下的规律：一般来说，有病而呼吸正常是形病气味病。有病而呼吸异常是行气聚病，当呼吸气粗、急出急入者，多属于实症和热症，多见于外感病；当呼吸气微、徐出徐入者，多属于寒症和虚症，多见于内伤病。异常的呼吸音，我们主要从4个方面来学习。第一种异常的呼吸音就是喘。喘是指呼吸困难、短促急迫，甚则鼻翼上动，张口抬肩不能平卧。喘的主要症状就是呼吸困难，短促急迫、鼻翼上动、张口抬肩不能平卧，都是在描述呼吸困难的具体表现。喘的病变部位主要与肺和心有关，涉及到脾和肾。喘重点要区别实喘和虚喘。实喘通常发病急骤，喘息气粗，急于呼出余气，临床以呼多吸少为特征。请同学们听一听下面这个病人的呼吸困难的声音。这是一个实喘的病人，主要表现为呼吸声粗、呼多吸少。这种实喘多由于风寒袭肺、痰热壅肺、痰饮停肺，从而导致肺失宣肃所导致的病变。虚喘通常病势缓慢，喘而气微声低，唯恐气难相续，动则喘甚。临床以呼少吸多为特征。下面请同学们来听一听这个病人的呼吸困难的声音。这是一个虚喘的病人，主要表现为呼吸气微、吸多呼少。这种虚喘多由肺气虚、肾虚不能够摄纳肺气的肺肾两虚的病症有关。另外，实喘和虚喘也与心的病变有关。实喘可由水气凌心所导致，虚喘多与心阳气虚有关。下面我们来学习第2种异常的呼吸音哮。哮是指的呼吸急促似喘，喉间有哮鸣音的一种症状。哮的主要特征就是在呼吸困难的过程中伴有哮鸣音。下面请同学们听一听这个哮的声音的变化。请同学们注意到，在病人每一次呼吸末尾的时候，会伴随一个像吹口哨的声音，这就是哮鸣音。这个病人以呼吸困难加上哮鸣音为主要表现，这就是哮。哮和喘有什么区别呢？喘主要以气息急迫、呼吸困难为主，而哮是以喉间哮鸣音为临床特征。哮的发病通常会伴随着呼吸困难，所以哮必兼喘；而喘是以呼吸困难为主，不必兼有哮鸣音，所以喘不必兼哮。由于哮在发作的时候常伴有喘而同时出现，所以
常并称为哮喘。哮的病变机理是什么呢？哮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，中医认为哮是由于宿糖类服感外邪诱发，或因为久居寒湿之地，或过食酸咸生冷所诱发而导致的病症。其中宿糖类服是指病人的过敏体质，这是内因；外邪、寒湿以及酸咸生冷的食物的诱发，这是外因，也称为诱因，相当于过敏源。哮在发作的时候，也是内外因同时致病，因此要针对内外因同时治疗。但哮在缓解期没有发作的时候，中医强调仍然需要针对宿糖类服的体质进行调理。由于脾为生痰之源，因此哮在缓解期时要重点健脾化痰调理治疗。如果宿痰得化，内因不存在了，哮也就不会再发生了。下面我们来学习第3种异常呼吸音——短气。短气是指自觉呼吸短促不相连续，气短不足以吸的轻度呼吸困难。短气的表现似喘而不抬肩，气急而没有弹声，即只有自觉呼吸短促，他觉真相不明显。短气有虚实之分，虚症的短气常见有形瘦神疲、声低息微，多因体质虚弱或元气损伤所致。实症的短气常见有呼吸声粗或胸腹胀满等等，都因为痰饮、胃肠积滞或气滞或瘀阻所致。最后一种异常呼吸音就是少气。少气是指呼吸微弱、短促而声低，气少不足以吸，言语无力的一种症状。少气只见于虚症，都因为久病体虚或肺肾气虚所导致的病症。以上是4种病态呼吸音的临床意义，本节课就讲到这里。